耶耶耶！我们上次有讲，我们用平价的手机跟相机拍摄，第2集就是相机，因为真的有不少观众每次在我们只要放可能 G Master 相关的镜头的影片，都会留言说啊，不就是镜头很好？一堆人就在酸，说什么我们老师只会靠镜头，没有好不好？他相机也很贵，好不好？我们也靠相机也要靠啊，不是只有镜头，相机也要算在里面。然后就说可不可以用这个最便宜的 Kit 镜拍一集，还是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拍起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今天就准备了我身上最便宜的组合 ZV-10加上1650好3.5到5.6这一颗标准的电动的 Kit 镜，这个 set 呢大概2万块。2万块比 Apple 手机还便对，宜，随便比一只手机哦，就是比现在比它新出高阶手机，这个都比较便宜。我觉得它这个真的蛮划算的啦，它又有收音，又可以录影，对，还可以拍那个慢动作这些。我觉得以入门来说呢，这也算是蛮多人会选择的一个入门组合啦。好，那我们今天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的组合来拍给大家看，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使用这样的组合啊，跟我平常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会注意哪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怎么样？我还是要讲一下，是对老师多强，怎么样？便宜的相机，对，烂天气，对，逛到烂的景点，淡水烂景，平常的景点，不是太特别的地方，对，然后这是淡水的港边嘛，淡水河边，然后今天天气也不太好，刚刚在下雨，现在稍微阴天了。我们在拍前一支手机的时候呢，还在低雨，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今天有光线的时候呢，观众就会说啊，你光就这么好，对，我们出去光没有这么好啊，我们就在一个光不好，器材普通，对，景点也普通，对，然后旁边的人也很啰嗦，对，在这种情况下，然后 model 又不受控 ，model 有点不受控，老 model 了啦，拍到烂就没有人要看的 model， 老 model 了，老 model， 老摄影师了啦，老频道了啦，对，老录影的啦，一群的大家看腻了，我们就直接开始。那我们在使用这种镜头跟相机组合啊，跟一般我在使用的器材有什么差别呢？首先第一个是片幅 ，APS 的片幅呢跟全片幅比起来，它第一个劣势就是它的景深会比较深一点哦，你用越小片幅，景深多半比较深。再来第2个劣势就是因为它光圈比较小。那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啊，可能整体的景深来说，会比用我平常使用的可能 A7-4加上50G 元来的景深会深不少。那跟我们之前在用手机拍摄的概念其实有点类似。就当你使用这样子景深会比较深的这种组合的时候呢，你的背景选择呢要再更小心一点点，因为你背景的那些细节啊，都会被拍进去。那所以我们在做这样子的拍摄的时候啊，那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后面应该会有2个人在后面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好像要再把这段话再讲长一点，来制造那个效果。那总之我们在使用这样组合拍照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会找比较多纯色的地方，再来呢我会尽量避开比较复杂的线条，比如说这边有些树其实很漂亮，可是呢如果我把人放在这个树前面呢，加上今天光线没有那么好，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光影的方式呢来做出一些分隔跟对比，所以呢我们会尽量找一些比较干净比较纯色的地方来做拍摄。 OK， 你们演完了吗？好了，那我们就开始。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地方在这里啊，好，我们就在河边，河边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变焦镜，好，它是1650，所以它优势就是呢，你转到50端的时候呢，等效大概是70左右。那70呢，即便我们都知道，其实你的焦段影响你的景深很多哦，所以呢，虽然它的光圈比较小，转到等效70呢，就是50这个焦段呢，它的光圈是5.6，但是呢，因为焦段的加成，景深还是会比较浅哦，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比较望远的焦段呢，来拍摄一些比较工整的画面哦，以及拍摄一些比较浅一点景深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帮诗诗先拍一张全部在水面上的。它背后呢有些杂物呢，其实你可以利用你的相机的那个角度呢，利用 model 呢本身来遮住那些杂物。就像我现在可以看到诗诗的头后方呢有一颗浮球，但如果我利用诗诗的头呢放在那个浮球上面呢，我是可以完美的遮蔽住那个浮球。那你就会说，那我干嘛不换一个角度呢？因为要示范给你们看。好，我们来去下一个点。然后这边呢，这边有个栏杆，这边有个线条，然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线条跟后面的景色做一些有趣的错位的设计。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相机呢，这些概念都是相同的。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trick， 比如说呢，我这边刚好在这边拍这个栏杆嘛，后面刚好是对岸有巴黎的那个地方那我可以利用改变我相机的视角，我让这个栏杆的边界呢，跟后面的那个巴黎的那个就是河岸刚好做一个切齐。那这个在视觉上呢，它就会有一些有趣的感觉。那好像是这整个栏杆承载了那个整个巴黎的那个港边一样。那因为它景深比较深嘛，所以一切都会变得还蛮清楚的。那这时候诗诗在中间呢，它就因为它就是跟这些景物刚好是一个错开来的感觉，所以它可以在中间随意的旋转都没有问题。好，诗诗你可以帮我稍微左右旋转一下。
哎呦，很好，等一下哦，很好，很好，不要晕哦，不要晕哦。试试靠左好了，靠左。试试你靠左，试试你靠左。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阴天，今天我们挑了一个大阴天来。那阴天大家知道阴天有什么状况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影，然后呢，环境可能都亮的差不多。那这样照片有时候就会变得比较 boring。那你可以除了靠修图之外呢，你在拍摄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利用就是环境来创造一些反差。比如说像这边就是靠近我们的地方呢，它有这些树荫挡住了前面的光线。那诗诗坐着的地方呢，刚好呢外面的阳光可以照得到。虽然说是阴天，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反差在。那这样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啊，让诗诗往左边前面看，那这个时候诗诗的脸其实还是顺光的。虽然说它不像是大晴天的时候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顺光的感觉，但基本上呢，它还是会有个内外的光线的反差。那我这样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照片看起来层次感还是会比起就是你完全都是在阴天的状况下拍摄来的再好一点点。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呢，来创造一点点微微的。再帮我看左一张，对，好，很好，看高一点，很好，可以。又，说到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继续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棵树上面有鸟，然后鸟在唱 rap， 猜一个字。老师，鸟在唱 rap， 猜一个字。刚他是不是玉涵是不是猜出来了？答案是桑树的桑。又，下一个。好，下一个。没梗的时候呢，就拍倒影然后我们只要遇到这种阴天下雨，对不对？一定会有倒影。拍一拍，发现自己不知道拍什么时候呢，倒影就是你的好伙伴这边只要有一滩水洼，基本上是可以拍倒影。然后因为这个水洼比较窄一点然后所以我就请诗诗蹲下来，然后请诗诗蹲下来呢，就看着前方，就可以拍到一个完整的倒影。或者是你让他站起来，然后我只带到他的就是一部分而已，那就不用带到全部，那只拍个角的倒影其实也是可以的。你用广角一点的，你拍到整个天空。那因为那个现在天空的云层又很复杂，所以其实整体看下来呢，我觉得如果转成黑白稍微调整一下的话，应该会还蛮不错的。稍微靠近墙一点点，不要碰到那个。还碰到。我们压缩感呢，除了去压缩就是那些重复性的东西之外，其实像这个青苔有没有，也可以当做压缩感要拍摄的东西。瞄我一眼，谢谢。这个因为它红绿刚好是一个很强的对比，然后诗诗本身又很彩色，所以这边现在就颜色就乱成一团。像这个情况就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对比蛮高的，所以其实你刻意把那个画面重心压成1:1，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也是可以稍微斟酌一下。那我觉得，因为它上面这整个树的形也蛮好看的，然后再加上下面的红墙，我觉得好像1:1蛮不错的。我们就这样拍拍看。眷村的感觉。对，然后因为诗诗的衣服虽然是很彩色，但我觉得红色的比重还是蛮重的，因为这一侧。所以就把它当成是下面色块的部分。对，比个赞就好了，对，多好。赞，这张赞，这张就我要拍狠的，这张就封面。一个非常冲突的画面，这边有一个褪色气球，上面有一撮树，后面有一个白墙，有一个穿彩色衣服的 model 跟一个公车路牌。我到底在拍什么呢？摄影3要素。摄影3要素是什么？路牌、气球、树叶还是 model？ 最后呢，我们就是用色块来做一些拍摄。那像这个淡水这边这个很大的溜滑梯，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是一路从那个红毛城的停车场，然后一路走过那个小渔港，然后呢往淡水老街的方向。那这一路我觉得算是拍人像啊，还蛮多好拍点的地方哦。所以因为它傍着淡水河嘛，所以当你今天用可能景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浅的器材在拍摄，不论你用手机，或者是你用像这样的相机的组合，其实啊，你多搭配一些河景拍照啊，其实你比较容易拍到一些比较干净的画面。那今天因为天气很差，那所以呢，你看不出那些光影的感觉。但如果这个地方啊，你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来，可能包含河边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那包含这边一些小巷子里面呢，会有一些光线哦，然后可能穿过树林啊，会有一些光斑，那其实是非常好拍的。那我们今天就在一个比较差的条件状况下呢，我们来示范一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用这样的组合在拍摄的时候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我们最后呢，就靠这个色块呢，我们就拍个几张。那我们尽量让诗诗的，不管诗诗怎么动，我都尽量把她的人放在就是这个溜滑梯跟旁边的蓝色柱子上。如果这个蓝色柱子颜色比较浅，我觉得拍起来蛮好看的。即便诗诗的服装颜色比较彩色一点点，但是你用这些纯色的背景啊，你在拍摄的时候啊，画面看起来就会比较单纯一点，效果也会还蛮好的。尤其是这个蓝色的有点洗石子的那个柱子啊，我觉得拍起来质感蛮好的。那用这种景深比较深的器材来拍摄呢，这种你可以很清楚的拍到后面的那个柱子的质感，效果其实也蛮好的。稍微掌控一下画面的构图啊，你自己靠你的构图去让画面变得简洁。诗诗帮我回来一点，然后利用几根柱子之间哦，来制造那个光影的差异哦。溜滑梯的里侧跟外侧就会有亮度的差别哦，即便在阴天哦，依然可以做出一点点不同光感的效果。那你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就可以拍出比较有一些不同感觉的画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这个前后2集呢，一集跟大家分享了使用比较平价的手机，那我们在拍摄人像、拍摄旅游的时候呢，可以拍一些什么样的画面？那怎么样能够拍出比较好的、比较简洁的影像？那这一集呢，我们用 ZV-10加上1650这一颗入门的 kit 镜，那光圈也是比较小的。那即便是这样子呢，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就是你选择一些景的方式来拍摄出一些看起来比较 OK 的画面。分享到这边 ，OK 了。我是我的 OK 的道师，这个是我们的芝芝，长进的是好不容易拉完屎的正一，然后跟旁边换他休息的玉涵，还有，大家好，我是黄爸爸，谢谢大家照顾我女儿啊，谢谢。女儿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什么？这是孔雀。孔雀。那你知道孔雀感冒什么吗？是不是很好笑呢？爸爸，你可以退休了。耶，拜拜。